嗨，大家好，我是强哥，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们常见的币圈一顿操作猛入虎，账户里面只剩下250。在整个币圈里面，我们有很大一部分人，只要开了单，心里面时刻都想去看一下盘，看一下有没有涨或者跌，无论什么时候都怀着一颗紧张的心情，不管是开车啊、吃饭啊、上班啊，都想去瞅一眼，日子好像过得跟现实都脱轨了一样。结果瞎操作了一阵子下来一看，钱没有赚到，反而赔了一大堆。如果你刚好是这一类的人员，本视频说的这2种方法就是币圈最多人使用的机器人策略。在这里强哥还是要说明一下啊，本视频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不是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现状呢，还有比如说市场的行情波动较大，没有时间看盘，还有这个交易的情绪太多之外呢，甚至还有一部分新进币圈的人听谁说某某某的机器人很猛，在不知道或者不了解的情况下盲目的跟进。相信新朋友加入币圈基本都会听说一些策略，比如网格策略跟马丁格尔策略，它们到底是什么？这2个策略我们就今天比较一下，还有各自的界面参数又代表了什么。网格交易呢，先设定一个上限跟下限，这里举例说明一下啊。假设比特币设定2.5万块的美金，上限设定10万块钱美金的一个区间，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决定格子的大小，比如说每一格我想设定100块美金或者200块美金都是可以的。比如我们从6万美金入场，网格机器人就会先帮我们买一部分比特币，另外的一部分资金就坐在包间等待时机。当价格上涨一点，也就是说我们设定的网格是100，它上涨100，它就会卖比特币，再往上涨一格，它就再卖比特币。那相反的，比特币下跌一格，它就买进，再下跌一格，它就再买进。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不用去看盘了，也不用去担心自己的一个心态跟纪律能不能做到一个自控，就交给网格机器人去执行就 OK 了，它就会帮你做一个持续性的低买高卖的动作。那这里我们用币安来演示一下它的一些参数怎么设置啊。还没有下载币安交易所的小伙伴们，可以在强哥视频下方连接去点击注册安装，也就是第一个币安交易所，就是第2个是欧易。你在强哥视频下方这里点击下载安装了过后，会有20%的手续费返佣，这也是对我们非常有好处的啊。然后我们交易一笔20%，比如说要扣100美金，对吧？那我们有20%减免，那就只扣80，1比20，那我们10笔了，对不对？减免手续费，这个永久减免手续费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还有不会的新朋友，那怎么安装的，也可以去看强哥往期视频，都有对币安欧易的一个全套的实操讲解，怎么下载，怎么安装，怎么 KYC 认证，怎么入金，还有一个货币买卖出金等。我相信小学生一看就会啊，在这里就不做过多的讲解了啊。注册好 OK 过后，就会来到这个登录页面。强哥这个是电脑端的啊，手机端的也是一样的。我们进入登录页面过后，这里有交易，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交易工具有一个策略工具，那我们点一下策略广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货网格、合约网格，那我们就以现货网格为例啊。这里我们的交易对儿可以选 BTC、USD、永续。那我们来到合约网格，这里有 AI 策略，有策略跟单。AI 策略是什么意思？它自动给你生成，我们直接可以使用。你是做多还是做空，还是中性？做多当然是看涨，对吧？做空是看跌。中性基本上震荡它就是不稳定的情况下可以做。那我们还是选择一个手动吧，价格区间最低，那还是以我们刚才说的为例吧。我这里是2万5，做一个最低一个区间价，最高价我们还是设10万吧。为什么设10万？因为最近的比特币大家都看到，对吧？还是有希望，有的人说可以冲到10万，有的人可以冲到15万，那我们就设个10万吧。网格的模式我们还是选等差啊，等差因为有很多朋友经过测试，它的利润空间还是大啊。这个网格数量的话，我这里设100好了。100的话，它的一个网格收益一般都是在这里显示了3.26%及到14%。那如果大家也可以自行去看着啊，也可以设200，对吧？设200的时候，它的一个收银它就会1.37到
差不多7吧，这个就自行去斟酌。强哥这里还是设置100吧。这个杠杆在这里杠杆倍数的话，强哥建议做小一点，因为做大了就会强拼风险爆仓爆掉。那强哥这里选3倍就好了。保证金的话，强哥这里选15000，对吧？还有一个高级设置的话，预设最好选一个逐发。基本上来往个参数的一个设置的话，就自己根据行情的一个价格去定这些参数啊。你想看我们的一个行情整体的波动上下，那我们这样做好的话，就直接丢给机器人就 OK 了。我们就不用去担心自己，我们就不必担心自己的一个心态跟一个自律做不到，一天精神绷得紧紧的，影响自己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水平质量。这就是一个活跃网格的参数，它有些什么作用啊，及怎么设置，一个基本的讲解啊。好，下一个问题是马丁格尔又是什么呢？这个策略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因为它最刚开始后是从赌场出来的，后来呢有各种商品的交易员都开始使用了，比如说股票啊，他们都在延伸使用这个策略的概念，就是说如果这一把赌注输了，那下一把我们就加倍投注，只要最后一把赢了，就可以弥补前面所有的损失，还会赚到你下一把下注的金额。这个数学算起来呢，看似万无一失，但是马丁格尔策略的风评也是很大的两极化，喜欢他的人贼喜欢他，就像喜欢自己的女朋友老婆一样，觉得他胜率很高，但讨厌他的人就像跟自己的杀父仇人一样，觉得他都是有一些致命的弱点。所以这个就要看自己怎么去学习，怎么去抉择，怎么去看待或者对待他了。我们的心态一定要摆正，用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去对待一件事情。好，我们再来讲深入一点，它的起源来说是有一种赌博，可能会出现2种结果，而且这2种结果的几率基本上各占一半。比如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抛硬币一样，对吧？剪刀石头布，不管你是先掷还是后掷，我先掷正面的国徽的或者是带花色的。比如我们制定的游戏规则是正面赢，赌注就能拿到本金加上1倍的本金，那反面呢就是输掉赌注，反正几率呢都是各占 50%， 因为你投上去不就2种结果吗？一个正面一个反面，对不对？只要玩家每一次输掉下注之后再加注，那只要是最后一把赌赢了，就可以把先前包括第一次的本金都会赢回来。因为这也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比如说我这次下注2块是吧，我输了，那第2次我就下注4块，4块输了，我下次再输掉下注8块，8块输了，我再下就是16块，16块是不是包括前面所有的几次下注输的？那如果16块这一局我赢了，那我就可以16加16就是32，对吧？我们就是把前面输的所有的本金都赢回来了，还包括这次的16块钱的赌注。所以他这个方法也是超级简单啊。据说这个方法呢是18世纪的一个数学家 Hobbes Levy 发明的，但有的人又说但是真正让他红起来的时候是一位叫做焦汉马丁德尔，一个赌场的老板。他常常在自己的赌场里面走来走去，看到顾客老是输钱，他就自己教他们说，我有一个赚钱的办法，就去鼓励顾客加倍下注。其实他这个方法就是马丁格尔策略的核心逻辑。结果怎么样呢？这家赌场没有过多久他就倒闭了，因为很多顾客使用他这个方法，帮他这个赌场都已经倒闭了。1891年的时候呢，马丁格尔策略就更红了，因为当时有个赌客叫做查尔斯阿卡，把蒙地卡拉赌场储备资金都全部赢走了。据说他当时就是用的马丁格尔策略，他在赌场赢的相当于1300万美金，是不是非常恐怖？证明这个马丁格尔策略还是起到非常的作用。这个策略的必要前提，我相信大家听下来心里一定还是有所了解，对吧？好了，这个策略的必要条件是玩家必须要有可用的财富及可用的时间无限的放大，那最终呢指出正面的几率呢就接近1，这就是所谓的本多终胜。在这里举个例子好了，假设我们就来赌刚才强哥说的一个硬币正反面吧，规则呢就是猜正面跟反面，就可以把本金的加上本金1倍的拿回来，也就是说2份本金。第一次下注是10块，输了10块钱被拿走了。第2次下注呢下20了，对吧，20块输了也被没收掉了。第3次赌呢就要赌40块，输了40块也被没收走。第4次下注我们就要下多少？80了，这一次赢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拿回多少钱？那就是80加80等于160，对吧？扣掉前面你输的70块，扣掉你这个时候的赌金80，你还赢了10块钱，那这10块钱就刚好是你第一次下的本金。直到后来呢就有
交易员把这个策略用在股票啊、加密货币啊这些交易策略里面，核心逻辑就是当比特币下跌多少，就要加的金额去兜底，也就是说分批抄底。假设现在比特币下跌了，对吧？就去加倍加仓的买进来，降低持仓的一个成本，再跌就再买。那当比特币上涨的时候，一次就卖掉。说的简单一点，就是马丁格尔策略，其实就是通过不断的抄底加仓来摊平持仓的成本。特别说一下啊，交易跟原本赌场下赌注不一样的地方，赌场游戏输了就是全部的本金输掉了，但是如果是交易策略呢，大多都是用多少来算的，所以输了就是下跌，再怎么跌呢，你手上还是持有，并且你买这些比特币不过就是暂时的一些浮动亏损，而且还是可以止盈止损的。刚才我们说到马丁格尔还有一些致命的弱点，因为它整个策略逻辑就是你有无限的资金跟无限的时间，那赌注的金额呢，它是指数级的增长，所以如果出现运气超差，一致就是输，可能就是还等不到这个硬币出现正面的时候，你的钱就不够了，就没有然后了，就破产出局了。比如说就用刚才10块钱的赌注开始算，我们连续输6把或者7把，就等于输了640块，对吧？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啊。也有人说这个策略的资金利用率不高，或者是说你买到没有用的一些币，它的币价一直在下跌，也就是再也回不来了，也是赚不到钱的。比如说当初杜拉归零的事件，哪怕你就是再疯狂的抄底也是没有用的，因为它永远都是底，它就一直贴的你完全没有希望的那种，所以哪怕你的币握得再久，它都是一直回不来的。新进币圈的朋友们要买比特币，建议就先买一小部分比特币，如果它下跌，那我们就继续再加仓买进一点，再下跌我们再加仓继续买一点，等它上涨的时候我们就全部卖掉，这样算一轮。所以马丁格尔呢比较适合震荡向上的走势的一个使用。那我们这里还是用 OE 的马丁格尔策略来演示一下啊，看一下它的一些参数有什么用跟怎么设置。那我们进入到这个 OE 交易所的登录页面，还是点这个上面交易，下面这里有个策略交易策略广场，我们点一下，我们这里看得到一个合约马丁格尔和现货马丁格尔，我们就用合约马丁格尔。那我们的 B 对还是选 BTC 跟 UST 的一个永续啊，这里也是一样一个 AI 策略，你也可以选 AI 策略，也可以选策略跟单手动策略，这里参数你也可以参照 AI 给你的参数，也可以这里清除 AI 参数，我们自动输入填，对吧？ 2.5 跌多少加仓，跌 2.5%， 单次止盈目标了，我们就设个 6% 的时候，杠杆我们还是一定要建立小一点啊，越小越不容易爆仓。这里有个初次下单保证金，这就根据自己去斟酌啊。像这里设200，加单的也是一样的啊。最大加仓次数拉得越大，我们的风险越小啊。这里一个是预设开始条件，我们一定要选 RS 触发条件，因为选了这个的话，它就会警示你比特币超卖的一个提示。加仓一个价差倍数，我们也是填越小越好。好，这就是一个参数的一个基本信息跟怎么去设置啊，还是要根据这个行情自己去斟酌，这样创建好了就可以直接丢给机器人去操作了。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设置。那最后我们来比一比时间啊，不管是网格还是马丁格尔，虽然说都是可以用手动设置的，但是呢要注意的细节是非常繁杂的，就适合交给机器人去执行就 OK 了。来看一下有3个网格跟马丁格尔的之间的差别。第一个差别呢，在时间网格交易，它是分批买入分批卖出，所以呢时间周期会拉得比较长。那马丁格尔的策略是什么？分批买入一次性的卖出，所以它的投资周期是比较短的。第二个是它逻辑不一样，网格是设定一个上限跟下限的一个区间，这个价格冲出了我们设定的这个区间，就要止盈止损，开单的时候呢止盈止损就加上去。数字要怎么设呢？你可以设定你的上限跟下限。那马丁格尔的策略逻辑呢，是下跌越多买的越多，所以在开单的时候你就要告诉机器人说，跌多少我就要加仓，它再跌多少我又要加仓，而且这个加仓呢要加多少倍，所以一开始第一笔的交易资金就会比网格小很多。那主要的本金呢都会留在下跌的时候，下跌的越多就买的越多，尽可能降低买入平均的一个价格。再一个呢，马丁格尔呢它设定的是一个比例的指引，这个比例达到了它就全部卖掉了。第三个呢就是利润了，
网格呢是在你设定的这个区间里面执行低买高卖。那如果用 USDT 本位来算呢，只要有利润，你就可以持续的提领。马丁格尔他逻辑是跌了买，跌了再买，涨了就卖。那这一单还没有结束之前，中间是没有利润让你可以提取的。这两种策略一样的地方就是都可以帮你过滤掉一些人为的情绪导致实物的交易，还有一个就是人为疏忽啊，你不用一直花时间去盯盘去看它涨还是贴，这样也是非常超麻烦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记住，必须要进行什么？必须要进行风险管控。如果新加入币圈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两种交易策略啊，哪怕就是充个50啊100啊2包烟钱，对自己的一个实操进行演练，自己这样操作2遍下来，自己去总结经验心得，慢慢就会适应。所有的成功交易一定是经过自己去总结的，不管是谁说的，它只是一个方向而已，这才是重点。我们自己不去通过学习，不去通过实操，不去通过总结，那永远都赚不了你想要的钱的。这个道理都非常简单啊，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的。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啊！如果大家觉得也对你有所帮助，请留下你们宝贵的订阅及赞哦。谢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